你有没有发现一件怪事儿？美国6月的 CPI 刚刚公布，核心通胀居然比预期的还高。可是华尔街呢，一边炒着股，一边还憧憬美联储要降息了，资产要起飞了。美国通胀高，为什么美联储还能降息？降息了，对各类资产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呢，我就来依次讲透。首先带大家搞清楚，通胀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通胀就是印钱太多了。但其实呢，通胀的来源主要有3种。首先就是需求拉动，比如疫情之后大家报复性的消费，或者说呢成本的推动，比如油价上涨了，员工的工资上涨了，那么相应的商品的成本也会上涨。还有呢结构性卡点的原因，某些产业的转型导致的，或者产业结构根本上就出现了失衡，那么也会导致通胀的发生。每一类通胀来源的背后呢，都有不同的政策逻辑，而政府最怕的就是失控的通胀，像美国70年代那种双位数的物价上涨最可怕。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始终把通胀控制在2%之内当成它的底线。但是问题来了，如果美联储加息，那么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如果不加息呢，通胀会继续恶化。就好像开车，油门和刹车你得轮着踩。那现在呢，美联储这辆车在陡坡的弯道上还刹车失灵了。很多人以为这个 CPI 一降，美联储肯定能立马降息，因为大家的直觉是这样的：通胀如果高，那就得加息；通胀如果低，那就可以松一口气。就好像你生病发烧了，体温高，医生会给你打针吃药，体温降下来了，那医生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很多人同样的直觉觉得 CPI 也就是通胀的核心指标一降的话，美联储是不是也可以放松政策，赶紧降息救救经济了？但是这个比喻的理解忽略了什么？ CPI 虽然是体温，但美联储是医生，他不光看你有没有发烧，他还要看你的身体有没有炎症。比如员工工资还在上涨，那通胀的风险就还在。还有你的病根是不是断了，那核心通胀是不是真的下来了？还有你吃药停得太快，会不会复发？比如说市场太嗨了，又会把资产呢炒上天。所以美联储就会说，你体温是退了，但是呢你的心跳还快，血压还高，不能马上停药，我得再观察一阵儿，保证你不会反弹。所以美联储在降息之前会反复确认这3件事儿。首先，它的核心 CPI 是不是下降了这个不是指油价降，而是主要指服务业。第二，它要看就业市场是不是放缓了，主要看工资是不是不涨了。第3个指标呢，市场不毛躁了。如果美联储一降息，市场就会疯炒，那么市场的泡沫就会更加的危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实际利率，它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如果实际利率还在正数的区间，美联储呢就不着急。所以通胀下来了，不等于美联储就能放心的降息，他还担心一个事儿：如果降早了，那通胀2次爆发；如果降晚了，那金融市场会崩盘。这就是美联储的两难。讲完了政策逻辑，咱们再聊聊资产的价格到底会怎么变。你以为降息只是银行的利率变低了？不对，整个资产世界的定价规则都会带来变化。我来分门别类讲清楚。如果美联储降息，各类资产会怎么表现？首先，科技股肯定会上涨，因为企业融资便宜了，估值会抬升；债券价格会上涨，因为利率下降了，债券的价格会上升；黄金、白银会上涨，美元会走弱，因为避险的情绪在增强；房地产可能会回暖，因为房贷利率下降了。美元会走弱，资金会流出，美国的利差收窄。尤其是白银，今年涨幅已经超过了25%，它就是在炒降息加通胀加制造业复苏这一整套逻辑。我带你去黑板上把这些资产的影响画成图，一目了然。刚才呢，我们分门别类的讲了各类资产会怎么变化，但这背后呢，其实有一条主线，就是美联储如果降息了，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那我画了一张资产传导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首先降息一出，那直接影响的就是利率市场和美元的汇率，利率下来了，美元就贬值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啥利率下来了，美元会贬值？我们换一个方式来思考哈。你是不是愿意把钱存放在利息高的地方
全世界的钱都是这么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呢是一个全球投资者，手上有100万美元。你看呢，这两个国家，美国呢利息5%，欧洲呢2%，哎，那肯定是美国对你有吸引力，把钱放进去，利息高呀。那欧洲这2%的利息呢，吸引力就差了。于是呢，你会把钱呀换成美元，存在美国的银行，或者是买美债。那所有人都这么做的话，就会推高对美元的需求，美元就升值了。但如果某一天美联储说我要降息啦，它把利率降到了2.5%，那就和欧洲的2%呢差距没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啊，那我又何必折腾一下换成美元呢？说不定在别的国家还少点汇率的风险呢。于是呢，市场上的钱呀就不再那么热衷于美元了，美元的需求下降，美元就开始贬值。所以呀，这个利率就像是吸金的磁铁，越高就越吸引钱，美元呢就走强。如果美联储降息了，磁力就弱了，美元就弱了。再通俗一点说呀，你就想全世界的钱就像小鸟一样，哪儿利率高，它往哪个高枝儿去歇脚，利率一降，枝头不香了，小鸟就飞走了，美元呢也就不那么值钱了。第二个连锁反应，利率一降，那债券的价格就涨上来了，因为利率和债券的价格是反向的关系。同时呢，美元弱了，那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就有吸引力了，特别是白银，因为它兼具工业的属性。好，那债券、黄金都启动了之后呢，市场的风险偏好就提升了，资金又流向了科技股、成长股，于是呢，这些类型的股票就会上涨。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美元贬值还会带动非美货币的升值，比如人民币、欧元，甚至是瑞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降息、贬值、资产轮动的连锁反应图。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结构，以后啊，再遇到美联储降息，就知道该盯哪个板块，该避开什么风险了。我们做投资呢，不能靠预测，而是要靠理解。面对降息周期，我们应该记住4个清单。第一呢，要分散你的资产配置，股、债、黄金不要孤注一掷。第二，要重视现金流，选那些能穿越周期的标的。第三呢，要盯紧实际利率，一旦实际利率转负，那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有的朋友会问，实际利率转负意味着什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公式啊，实际利率呢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如果这个数变成负的了，代表的就是你的钱存在银行跑不过物价的上涨，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当实际利率为负的时候，市场会怎么反应？这就是一个资金要逃跑的信号。首先，投资者会想，既然存钱不划算，那我得让钱跑起来。于是呢，钱会往这个几个方向跑。首先就是贵金属，黄金、白银的价格会上涨，虽然它们没有利息，但是毕竟抗通胀，是保值的资产。然后股票的价格会上涨，因为大家希望靠资产升值跑赢通胀。然后海外的市场或者是货币呢，也是一个资金的通道，因为资金要寻找其他利差的优势，比如说非美的货币。然后呢，房地产之类的固定资产也会上涨。我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在2020年的美国，那个时候呢，美联储的利率接近了0，但是通胀在飙升，于是当时美国的实际利率就是负的。结果发生了什么？大家看，当时黄金冲到了历史新高，白银大涨，美股一路飙升，美国的科技股翻了好几倍，美国的房价也在涨，加密货币市场也在疯涨。这就是实际利率变成负值时候的真实市场反应。一旦实际利率成负的了，就是等于央行在说别存钱了，去投资吧，去消费吧，让经济动起来。但这也意味着，谁要是还拿着现金，谁就在贬值的通道里站岗了。一旦实际利率变成负的，那么市场就开始真的要玩真格的了，因为钱不值钱了，资产就要涨价了，谁先动谁就赢了。在这里呢，我们平时说的通胀率啊，基本上指的就是 CPI， 它反映的是你我衣食住行的价格变动，但它不是通胀的唯一指标。比如企业要看的就是 PPI， 央行盯的是核心 CPI。如果你想看全局呢，还得看 GDP 的平减指数。那普通人在哪儿能查到本国的这些通胀数据呢？最权威的数据就是各国家的统计局的官网了。那当下美国的实际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分别是多少了呢？
我们看啊，名义利率，美国1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目前大概是4.08%到4.12%之间。美国的 CPI 呢，在2025年的6月同比呢是2.7%，所以美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呢就等于取中间值4.1%减去 CPI 2.7%，就等于正的1.4%。所以美国当前的实际存款利率就是1.4%。那美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是多少呢？我们把这些数值换成贷款的，美国常用的参考利率呢是银行的 Prime 利率，当前是7.5%，也就是大型的优质客户的贷款的基准利率减去当前的 CPI 2.7，等于呢正的4.8%，也就是美国当前的实际贷款利率是4.8%。那当下中国的实际存贷款利率又分别是多少呢？我们用这个方法代入相关的数值，算下来，中国当前的实际存款利率呢也是1.4%，实际贷款利率呢比美国低，是3%。这些数字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实际存款利率呢，存在银行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之后是微盈利的，但实际贷款利率呢，美国4.8%，中国3%。说明大家的借钱成本仍然是偏高的。好，那以后呢，大家就可以用这个实际利率的公式去算一下不同时期的实际利率到底变了多少。一旦实际利率变成负的，就说明钱在贬值，存钱不划算了，可以考虑配置各类资产了。那第4点，普通人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追高情绪资产，因为它们涨得快，跌得也快。不论你有5万块钱、10万块钱、50万还是500万的闲置资金，虽然策略不同，但是你的投资逻辑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保守，不是躲避波动，而是理解趋势后选择位置。最后呢，我们做个总结。今天呢，我们讲了通胀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难以控制，为什么降息不能只看 CPI， 美联储一旦降息了，各类资产会怎么走，普通人该如何准备才能不被反复收割。这个时代不靠常识活着，要靠理解活着。我是素，我们下期见。